嗨，我是君令。学习写字的过程中，我遇到许多挫折。这2个方法帮助我有效地处理字体里的结构部件。第一个是大小原则，第二个是高低原则。今天我要用画面上这6个字承、固、攒、注、升、拉，针对左右结构做说明。看完这集影片，你不仅能写好这6个字，还能够知道练字的窍门，提升你10倍的书写效能。田字格是书写时的好帮手。田字格中的纵线把格子分成了左边跟右边，横线把格子分成了上面跟下面。这些空间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在书写字体时有效地分配部件摆放的范围。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上的承跟固。我要用画面上的承跟固跟大家说明左右部件中大小配置的概念。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上的承字。承字的左边小，右边大，所以书写的时候，左边的言的部分会占比较小的比例，那么右边承的部分会占比较大的比例。所以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右侧的承的部分会超越中间的纵线，往稍微左侧偏移一点。回到空白的田字格中，抓一下承这个字的书写位置，这边是格子的中间。接着我们切割一下比例，言占比较小的部分，承占比较大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大致抓出言字的第一个点画下笔的位置应该会在这边，我们就书写第一笔的点画咯。接下来我们要书写横画，那么就在点画下方一点的位置，这边起笔写横画。横画的左侧没有东西挡住，横画可以加以延伸。接着我们往下方书写横画咯。第一笔横画，第二笔横画，中间是不是产生2块空间呢？这2块空间记得要运用君令常说的均间原则。接下来再复制个一样的空间往下，在这个稍微左侧一点地方起笔写竖。接着我们写横折，这是口部结构。口部结构呢，要用什么原则啊？还记得吗？上大下小，口部才会好看哦。接着我们把这个底封起来。言这个部件完成了，接着我们写右手边的承。承这个部件占的比例比较大，所以我们让它超越纵线一些，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写一笔的横画哦，在这边我们对着这个第2横的地方书写横画，让横画略为上扬，这样字体的感觉才能够不呆板。接着我们再下竖撇咯，从这里竖撇，感觉像是有点直的笔画。接下来我们再写横折钩咯，在这个地方书写横折钩，勾起。接着我们要写一笔的斜钩，这笔斜钩我们要拉长书写，因为它是承这个字的主笔。那我们来抓一下斜钩起笔的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从这里往下，慢慢的往旁边拉出，接着再轻轻的勾起。勾起的时候，试着让我们的笔轻轻离开纸，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个尖尖的钩咯。接着我们再抓这个位置，下一笔的撇画。上面靠近一点的地方书写点画。承字完成了，我利用承字告诉你，要观察一下部件比例的大小。大的部件它会超过纵线，稍微占到另外一侧的空间一点点哦。接着看到固这个字，固这个字呢，左边的这个结构部件笔画比较多，右边的叶这个部件笔画比较少，所以书写在字体中，左右部件的占比会是怎么样呢？左边部件就会稍微占到一点点右侧的空间，那叶的部分书写的状态就会稍微小一些哦。那我们就来下笔第一笔的横画，我们再稍微右侧一点起笔第一笔的横画。
接着我们书写竖撇咯，从上而下写一笔的竖撇。竖撇在书写时，我们会习惯走一段比较直一点的竖，接着再慢慢微弯，所以竖撇整个状态写起来是有点直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在这边抓横，接着折进来，上面一块空间，下面也是一块空间，这两块空间大小会大致差不多。接下来我们再下撇画咯，藏在这个地方，接着再下一笔的竖画，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点画，下面有4笔的横画，1、2、3，再把中间的竖画写好，接下来再写第4笔的横画，让左侧的部件稍微占到一点右侧的空间。接着我们要写叶咯，在这边我们下这一笔横画，接下来我们要下撇画咯，从这个地方往下撇到这里，接着再下竖画咯，从这边往下书写竖画，再接着写横折。我们每一个笔画的书写都有它对应的位置，仔细观察对应位置，让它在字体里面形成均衡的架构感。接下来我们再书写一笔的横画，接着再写一笔的横画，接下来最后一笔的横画书写好之后，我们要写撇画咯，从这个竖画内侧一点写撇画，接着再从这个中间起笔的地方写点画，那么故字就可以书写完成了。笔画架构对应的细节跟中间的书写原理，我会在我所开设的2门线上课程15日美字养成班以及14堂极速美字进化班中讲解的更加透彻。左侧部件大，右侧部件小，所以左侧部件会稍微占一点纵线的右侧空间哦。那么我们就可以写出结构均衡的左右结构字体了。接着我要再用攒、注、升、拉这几个字跟大家分析部件高低位置摆放的方法。对了，如果我的课程有帮助到你，记得留言我有收获让我知道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攒跟注这2个字，这2个字代表2种不同的书写状态。攒这个字左边的口部笔画少，当笔画少的字在左侧的时候，我们要把笔画少的字写高。注这个字代表另外一种形态，就是右侧笔画少的状态。当右侧的部件笔画比较少的时候，要把右侧的部件下降书写。攒字的左侧是口，口部笔画少，要把口部写高。这是横线，找到横线上方的位置，下笔口的第一个笔画竖画。我们在这边书写竖咯，接着横折，口部结构上大下小，再写一笔的横画。口部处理好了，接着我们就要来处理右侧的字咯。我们先写一笔的撇画，接着从这个位置从上往下书写竖画，接着我们再写横折，接下来中间的2笔横画，把这个部分做等距均间的切割，这是均间的概念，非常重要。均间可以协助我们把字体里面的留白做平均的分配，这样可以帮助笔画的摆放更加整齐，那么就可以避免字体中的空间变得凌乱咯。接着我们就再写横画咯。左边部件笔画少，记得要把左边部件写高些。接着注这个字代表跟刚刚攒这个字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注这个字呢，在右侧的部分笔画比较少，
那么右侧笔画少时又该怎么做呢？答案是要把右侧笔画少的部分下降。那我就来示范一下注这个字的书写咯。先找到横线的位置，在这个地方我们先书写竖画，接着再写横折，中间两笔横画一样等距均间的切割。接下来这笔笔画是挑咯，我们先按一下，接着往上挑出，切的部分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处理力的部分咯，力的部分要让它往下降，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找到下方横画这个位置，从这里起笔写力这个部件的横、折、勾，勾起的部分会比挑画还要再更下方一点。那么我们再书写撇画咯，撇画从上而下，把这一块空间做一个均等的切割。左侧部件笔画少要抬升，右侧部件笔画少要下降，这两种状况记起来了吗？那么还有哪些字也符合这些原理呢？你可以想想看，在留言栏处跟我分享哦。接下来来看升这个字，在左侧部件跟右侧部件中都存在着竖画。当左边有竖画，右边又有竖画的时候，我们要把右侧的竖画拉长哦。这是另一个左右部件拼凑时的书写原则。那就来示范升这个字咯。先抓到撇画下笔的位置，在这里书写撇画。接着在撇画的中间这边书写竖画。竖画的长度不用太长，因为等一下隔壁的右侧部件会有一笔更长的竖画。如果这笔竖画写得太长，那么右侧部件的竖画就不容易凸显长度咯。接着我们再下隔壁部件的竖画。这里我们稍微做一点内夹的角度，接着我们再写横，再折，接下来中间笔画要等距均间的切割。接着我们要写竖画咯，从上而下平均分配，把这个空间切割平均之后，继续往下走，超过左侧的竖画之后再停止。左有竖，右有竖，右竖要拉长哦。想要改变字体，什么最重要？答案是认知。架构认知、方法认知，这些可以协助你有效改变字体。你认同我的说法吗？如果认同，在留言栏处写下我认同，并且告诉我你练字多久了。再来要跟你分享的是，在左右结构字体中，如果有竖向笔画搭配上横向笔画时，我们又该怎么做？我就用拉这个字来做例子咯。先写一笔的横画，微微的往上挑起，接着再写一笔的竖勾，在下方做一个轻轻的勾起，接下来从这个地方往上挑出。左侧的手部我们完成了。书写手部时有一个诀窍分享给大家，那么就是挑画的部分要稍微往上挑一点，跟竖钩交汇的点要在略偏上方的地方哦。接着我们再写隔壁的力了，先写一笔的点画咯，接着我们写横画，接下来两笔点画从这个地方从上往下书写，紧接着是最后一笔的横画咯。我们先来看一下竖钩的底部在这里，横画下笔的位置就要比竖画的底部再来的高一些，所以我们书写在这个地方。当左边有竖画，而右侧笔画是横画时，那么竖画拉长，横画放在高一点的位置书写哦。练字练字，多么容易放弃的过程，
也许这已经是你不知道第几次想改变字体。如果你想靠着自学快速的改变字体，真的难度非常高，半途而废通常是自学的命运。但有课程的帮助可就不同咯，有人帮你去无存菁，直接帮你把整个知识架构送上门来，你只需要轻松走入美字的世界，就可以享受其中的美好。比起像无头苍蝇在网络上东拼西凑，这真的高效太多了。我的学堂有2门写字课程，15日美字养成班，就像综合维他命，里面包含基础的书写知识，可以让你一次补足。那么14堂极速美字进化班这门新的课程，就是更强效、更高阶的升级版，夹带着更细微的知识量。2门课程的东西是不重复的哦。14堂极速美字进化班，要你直接带走可以复制的书写模组。2门课程都非常的棒，想改变字体的你千万别错过。想了解课程细节，请点选下方留言栏处以及资讯栏处的连结。我希望我的每一次分享都有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跟改变。如果你有收获，请帮我按个赞，帮我顺便热推一下影片。在影片的留言栏处，你可以写下谢谢。这些温暖的鼓励会为我的分享注入更多的动力。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